大家好，我是钟子通，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的巨乳精选？那身为荣耀的匈奴人一族，今年当然是要再推出一次。这部作品就会以去年年中到目前出道的新人为主，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精选服用。就拜托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有水补音或吉根之类的问题了，感恩。首先应该就是震撼弹等级的金松纪部，从 Mudeki 这家艺人片商出道的几乎没有一位弱者。作品内容先不论，起码销售成绩一定惊人。那金松小姐的外形也确实是顶，所以在 Mudeki 先修班发完片，马上就到邪恶帝国 S1 真正意义上的出道。虽然在这个名单里面可能算是尺寸相对小的，但外形绝不令人失望。然后接下来也是 S1 的超级大物臭羽流，之前也介绍过超级多次了。一般来说，如果是身高比较高、骨架比较大，就算上维奥人可能看起来也不会很夸张，但是臭羽流依然有超扯的视觉效果，就知道到底有多大。虽然前几个月似乎就消失在发片名单上，但最近在社群网站疑似又看到了改名之后他的身影，苦等他发片的影迷或许可以结束那个期盼了。紧接着这位则是 Moodyz 新生代欧派王者 Himari， 刚出道就携带着强大的媒体宣传声势，原因也很简单 ，Q 罩杯，就算是以日本快乐杯的标准来看，还是相当鬼扯。就算脸蛋的部分审美是见仁见智，但是这么威猛的肉体，但还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再来这位则是羽月乃仓。当时出道的几部作品都是以口罩造型出现，这种神秘感加上那对又圆又饱满的大白兔，当然也是引起不少讨论啊。那拿掉口罩之后，虽然也是有人讲说，哦，难怪要戴口罩，但我个人是认为相当不错的。再加上那个庞大的发片量，还是让他成为这一年来相当热门的巨乳演员啊。在这位可以说也是 S1 的至宝，他就是田野优。S1 真的为了宣传他煞费苦心啊，超大量的贴文宣传，让人等不及想见识那对 L 罩杯凶器。那确实，实际看到作品也没有让人失望，因为真的是大，脸蛋也堪称甜美可爱。尤其是这次来 TRE， 应该是让不少人见识到那个不科学尺寸了。人类有3大欲望。食欲、性欲还有睡眠欲，其中食欲跟睡眠欲是为了维持我的生命，而性欲则是为了维持我的工作。我从事这份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今年也首度踏出亚洲到拉斯维加斯参加美国成人展，更是在 TRE 成人展邀请2位欧美女优来台湾。也因为触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在网络上的限制也开始变得困难，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爸爸 Surfshark VPN 就非常重要。Surfshark VPN 能同时支援超过上百个国家，3200多个伺服器，而且 Surfshark VPN 还能保护你最重要的网络足迹。只要1个账号就能享有无限装置数量，现在加入只要$2.21美金。订购 Surfshark VPN 时输入优惠码 FingerMaster56，立即享有4个月免费使用期。来跟我们一起享受性欲，加入网络遨游家的行列吧。接下来这几个月我都有介绍 SOD 出身的四本优，那 SOD 对他的重视程度，从为他开一个新的系列就看得出来。他的作品跟社群的设定讲求就是一个素人创作的感觉。那确实造型也给人一种，如果上辈子烧了好香，感觉真的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极品的样子啊，也是很期待他之后的作品。接下来这位则是 Premium 的筒井爱彩，当然老实说，跟其他介绍到的罩杯怪物比，它不能算大，但是又有170公分，又有优质上围的，真的不是很好找。脸蛋也颇有色气，值得一看。接下来也是一位 Moodyz 大物，同时还有来到 TRE 的恶语杀爱新人作品，就告诉你他的罩杯要从 A 开始数11个才到达的 K 罩杯。3月出道以来，其实也已经累积了7部作品。说真的，在作品画面中，一开始看起来可能没有看图这么夸张，但我告诉各位啊，动起来真的厉害。接着则是近期也有提到过的雨宫响，也目前也是E-Body 强大战力之一。老实说，他一开始脸蛋没有打动到我，但是实在太大了。那接下来这位顽石稀有也是出身 S1 的演员，在出道之前就已经在社群软体上颇为活跃，甚至引发相当多关于他出身的讨论，可以说是未演先轰动。但是比较可惜，作品开卖之后，因为较深等因素，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人气，算是比较可惜了一点。接下来则是 Idea Pocket 的宝藏新人之一，也是在这届 TRE 有来到现场的长滨蜜梨，健康的肌肤、漂亮的脸蛋，时刻保持超甜美的笑容，身材也相当匀称。比起这名单里面的一堆大物，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小的，但他真的
的是 Idea Pocket 未来感觉很有希望的一位啊。然后接下来则是在溜池无郎出道的梦石香苗会在这家片商出道，那很明显的就是已经有点成熟的韵味。可能有人听到是熟女就要转头了，但是等等，实际看到作品内容真的相当不错，精雕细琢的脸蛋加上短发造型，保持得意的身材，再加上那个饥渴的演技，我只能说夫复何求啊！在这位同样是Moodyz的大人气，也就是百田光希，号称价值1亿日币的肉体，确实在作品中看起来身材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个人觉得就给我一种当时梦乃或瞳骨那种感觉。就像我常说一样，如果你还没有喜欢这位演员，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演出那部会打中你的作品呢。然后下一位又是 S1， 也就是这位神乐桃香。脸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但是当他脱下衣服，你的注意力绝对是瞬间就被吸走，真是像黑洞理论一样，你的目光就直接往那两个超巨大物体聚焦。那说真的，个人觉得 S1 的这1-2年加入的巨乳演员当中，实用性最高的，我会说是他。那个演出当中真的有一种魔性，会让人看的感觉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一样。再来这位看到是凤花恋，出身自E-Body，观众应该会对他印象蛮深刻的，因为一头金发加上刺青，这么明显的特征，应该是想忘记也难啊。说真的，虽然我对刺青这个元素是完全不介意，但看到他胸口一只鹅，感觉交战的时候心情应该还是有点小怪。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七濑染跟小田樱这2位，就是最符合 Fitch 路线的极致肉感，也在这边推荐给喜欢的朋友。然后我们接着看到这位清宫仁爱，看到这个名字就让人想到当初多队第一指名的清宫幸太郎，但是比起到现在还没兑现选秀状元天赋的棒球清宫 ，AV 清宫已经把他 T0 等级的肉体展现给大家看了，172公分，有超大白兔，还有腰身。老实说，只有一个疑问啊。怎么会跑到E-Body去的？这个等级说真的，在 S1 跟 Moodyz 出道才是正常逻辑吧。然后再看到的是 Fitch 的爱川凛，号称国宝级的新人。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就是那对 J 罩杯的大白兔。根据片商设定，他还是内衣店店员。只能说啊，假如今天到了内衣店，看到店员是他，确实应该就会觉得说，这家店卖的应该通通都装得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五条恋，也是 S1 军团中的一员，而且没错，他取这个名字真的是因为五条悟。那他确实是拥有一对可以称之为最强等级的凶器。当时出道的时候，刚好 S1 又有他又有臭羽流加入，会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当时面试部门来了一个超级匈奴人啊。那在这次 TRE 也是有幸见到他本人，确实在互动上就十分惊人，实际看到比作品中看到感觉还要更大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这位南艾里莎，她应该也是我少数会看的 Valeno 演员之一，因为她的外形真的十分出色，虽然在演出的时候表情相对比较单一，再加上是在 Valeno， 但是还是想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然后就是这位 Moodyz 的一心会里，凑齐 Moodyz 数字军团的一块拼图，以女大学生的身份出道。说真的，她的颜值我个人觉得算是在这次介绍的名单当中非常打中我好球带的一位，演出也是相当精彩，特别是禁欲的那一部作品真的是让我一看再看，在这边特别推荐给各位。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福州美波在 Premium 出道，作品给她的设定是外形虽然有点冷酷，感觉很有气势的冰山美女，但是一到床上就很弱，一种反差的路线。那个人觉得其实出道作品内容是蛮不错，但目前就只有这一部，也是期待看到他的新作品。在这位是义野蛮里奈，也是 Idea Pocket 新人集团中我很喜欢的一位，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看到满满的元气笑容，真的是看了心情跟着好起来呢。紧接着看这位是二阶堂丽，老实说也是一位会让我问怎么会在E-Body的优质新人，脸蛋跟身材真的都挺不错。至于那个企业家的设定，大家看看就好，可能换一个片商之后就完全忘记自己有经营过公司这件事情了。我们下一位看到是七海娜美，也是在 Moodyz 出生的新人，封面上汇集了一切让人喜爱的要素：橘罩杯、优质肉体、健康小麦肤色，还有如同海边阳光一般灿烂的笑容。看他的作品也会被他配合度很强的肢体动作给感染到，脸部表情虽然有点浮夸，但整体相当推荐。然后除了新人之外，这几年其实因为新法的关系，与其启用状态暧昧不明的新人，已经在业界打滚过的退役演员可能更能适应，再加上一些可能只是短休或转换事务所的情况，疫情之后真的有不少名将重返战场啊，像是加入马丹娜的崔石林奈，肤色相当健康，那对又大又沉的凶器也是让人印象深刻。退役前也曾经在步兵界打
打拼过，现在回归身材其实没有太多变化，还变成了相当稀有的赛痕系演员。那接下来这位则是叶爱，2020年出道，他以极度不科学，或者应该说极度科学的脸蛋跟身材，瞬间虏获不少人的目光。虽然批评腐凿痕迹太重的影迷也很多，但实在是太大了。在2022年之后一度消失在发片名单上，但在今年再出发依然相当威猛。接下来这位就是之前也提过的西条琉璃，技术上一直还是有在社群软体。之前也有拍一部试水温的复出，直到今年又再度在 Viu 集团旗下片商拍摄，是一位只要是匈奴人就绝对不该错过的强者。第二位高桥由裸也是在之前精选就提过，过往相当多产的新校优菜小姐，那淡出多年之后，身材变得比之前还再纤细一点，但大白兔依然健在，非常适合怀旧的影迷回味。接着这位也是十分让人欣喜啊，上次出道已经超过10年的新山峰，当年就是以暴力身材还有略歪的嘴让影迷留下深刻印象。这次复出走一个短发造型，但我必须说身材真的保养的超好，那个天然晃动跟老练的演技让人看得特别开心啊，推荐给你各位啊。然后要讲到的就是这位花爱丽丝，那其实她的前身也不是什么秘密，就是2022年只出现了3个月左右就神秘隐退的优沙有珠，在今年更换事务所之后转身复活，还直接帮你套一个禁欲1年半的设定，多方便啊！接下来这位则是中村彩，可能会有人说啊，这谁？但眼尖的观众可能就会认出，这就是当年 S1 正宗的山崎水爱，当时就以自带消音器跟嫌弃的表情著称。看他演出不情愿的剧情，真的是超优秀。只可惜2021年左右就消失，这是在E-Body 复活，外形依旧出色，真的是令人开心的消息。虽然目前还没有太多作品，但也是期望他接下来有更多的剧情演出。在下一位就是这位之前也介绍过的莉莉遥香，或者大家更熟悉的名字道场榴花。当年以清纯可爱的脸蛋搭配上强大凶器著称，这次改名再次出发，少了分深色，多了分成熟，身材还是一样强大，个人觉得表演上更多了一种从容感，相当推荐他最近的温泉旅馆逆 NTR 作品啊。今天的最后一位则是在这个月复活的安琪爱洁，他活跃的年代又更早一点。2013年出道，他当时使用的名字是优菜真白星空奇罗里，原本是偏可爱系的小资巨乳演员，这是在 Fitch 复出，多增添了一份熟女韵味，而且身材也全面进化，整个肉感大升级。对于喜欢这一位的影迷来说，这部绝对是使用度顶级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年的巨乳女优精选，期待在明年一样有大量的优秀演员可以推荐给大家。我是中统，我们下次见。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